美国陆军进驻台湾岛的作战方案曝光，这恐怕不仅仅是送死这么简单的事儿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先少。前几天，关于一张美军模拟军事介入台湾的兵推画面引起了网友的关注。照片中的美军使用了台海地区的兵棋推演棋盘来制定战术计划。他们模拟的情况是，解放军的地面部队已经从台湾本岛的北部和西北部陆续登陆，而台军呢则撤向台湾南部。美军则出动陆军第25步兵师在高雄、台南地区登陆。美国陆军第25步兵师是一支轻型化的快速反应部队，号称能够在接到动员令后18小时开始部署。由该部登陆台湾南部，说明美国陆军急于在台海冲突中找到其地位，至少美军有这么个预案，可能会成为未来美国军事干涉台海的急先锋。该部的另一个特点是缺少重型装甲部队，甚至没有坦克，更适合城市战或执行警备任务。在很多人看来，在解放军强大的地面打击火力面前，美国陆军要想在台海发挥作用，完全就是送人头的行动，或者说是不知死活了。我们站在美军的角度来看，美国陆军未来需要改革，他们也想争夺更多的军费资源，需要自己证明在对抗中国时可以发挥作用。进行这样的演习就可以理解了。我们在战略上可以藐视美军的这种纸上谈兵，但是在战术上又不可小觑，因为武力干涉台海一直是美军各军兵种的主要任务。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美国陆军从台湾南部的登陆行动呢？首先，它意味着美军仍然有信心夺取台湾东部的制海权和制空权。如果这场推演有一定的合理性，而不是美军成规模进驻台湾岛变成送人头，那么美国陆军的登陆行动必然会以美军获得制空权为前提，尤其是要注意台湾东部直面太平洋方向的制空权和制海权。在当前解放军拥有反舰弹道导弹、高超音速导弹和超音速反舰导弹的情况下，美军依赖航母夺取台湾东部的制空权不太靠谱，那么就得依仗驻日美军的基地和关岛的美军基地。但是从这两个地方起飞的战斗机在台湾东部的留空时间很短，而且需要加油机为他们进行高强度的空中加油，战术层面的风险非常大。在美军看来，至少夺取台湾东部制空权还有一丝希望，或者说存在侥幸的可能。当然，解放军现在要夺取台湾东部制空权的力量，需要不断增加加油机的装备数量，还要发展远洋航母战斗群。其次，如果美军强行登陆台湾岛不靠谱，美国陆军仍有可能以撤侨、运送人道物资为名，将部队秘密送上台湾岛。日本针对台海事态进行的演习，一个重头戏就是如何撤侨。他们甚至会出动自卫队的舰只停靠台湾东部的港口。美军到时候也可能玩这种把戏。最后，让轻型的机步师进驻台湾，证明美军的台海军事战略，其目的主要是鼓励台军用打巷战的方式以武拒统。巷战被认为是当前弱势一方进行抵抗作战的最好战法，而台湾岛又缺少战略纵深，一旦解放军大部队上岛，台军有可能通过层层抵抗的方式撤向台湾南部，并通过巷战的方式让战事长期化。从这个角度看，美军轻型机步师可能进驻台湾的演习，对台军而言就是一个莫大的支持。总体而言，美国陆军演练从台湾南部的城市登陆，在台海发生战事的时候落实的可能性不大，但是它也能反证解放军夺取台湾东部地区制空权、制海权的重要性，而加强航母编队的建设，装备更多的加油机
和作战飞机，对中国空军和海军航空兵在台湾东部拥有更强大的留空作战能力，是破解美国陆军干涉台海事务的主要手段之一。好，今天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